赵仁生前绝不会想到，他的死竟会引发接连的死亡悲剧，甚至在2025年演变成一场震动整个新西兰的审判。时间回到2017年11月，南半球的新西兰正值春夏交汇，草木葱绿，鲜花盛开。可是，赵仁却感受不到阳光的明媚，因为他的人生走到了终点。他的身体渐渐失去温度，手指变得冰冷，眼中的光一点点的熄灭。一个女人李知恩死死握住他那双已经无力的手，泪水不断滑落，嘴里用韩语重复着：“不要走，不要留下我。”赵仁因何而死？李知恩和他又是怎样的关系？而他的死亡又为何会牵扯出更多的悲剧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。今天我们一起目击这起发生在新西兰的真实案件——行李箱双尸案。赵仁，韩裔新西兰人，1980年出生。2006年，他和交往多年的女朋友，同为韩国裔的李知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，两人搬进了奥克兰的一栋小屋中生活。赵仁在奥克兰机场工作，李知恩婚后成为了全职家庭主妇。2009年和2012年，他们迎来了2个孩子，大女儿尹娜和小儿子明宇。这是一户安静、温暖又幸福的小家庭。邻居们不时会看到赵仁下班回家后，一家4口带着小狗玩耍的温馨画面。但是，命运总是有很多意外。2017年年初，赵仁被确诊为食道癌。这种恶性肿瘤一旦确诊，往往已进入中晚期，治愈机会极低。患者常常面临吞咽困难、进食受阻、体重迅速下降等折磨，治疗过程也极其痛苦。但是赵仁没有放弃，他积极接受治疗，还曾返回韩国，试图寻求更好的医疗资源。然而，几个月过去，他的病情却持续恶化。当赵仁从韩国返回新西兰时，他看上去瘦得吓人，脸色蜡黄，连走几步路都需要人搀扶。在这个艰难的治疗过程中，李知恩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，鼓励他一定可以战胜病魔。但现实非常冷酷，赵仁的病情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。在2017年11月中的一天，赵仁忽然拿走了李知恩的车钥匙，独自离开了医院。李知恩像疯了一样，不停地给赵仁打电话，并决绝地发送了一条消息给他。消息的内容是：你不能死，如果你死了的话，我也不活了。也许那天，赵仁真的想自行结束一切了，但李知恩以死相逼，把他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。可惜的是，就在几天过后，2017年11月22日，赵仁因食道癌去世，年仅37岁。李知恩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她真的会因为接受不了丈夫的死亡而选择自我了结吗？或者，她有更疯狂的举动呢？李知恩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担心她会在丈夫去世后选择自我了结，而事实是，恰恰相反。在赵仁去世的第2天，她买了2个新的旅行箱，之后带着孩子和自己的母亲开始了旅行生活。费用来源是丈夫死亡后获得的保险金。他们的第一站是新西兰北岛的旅游胜地陶波湖。据饭店工作人员回忆，李知恩看上去精神不错，妆容整洁。她带着2个孩子在湖边玩耍，孩子们穿着新衣服，表情轻松。他们接着又去了罗托鲁瓦，
在那泡温泉、逛地热公园，入住了一家价格不菲的度假酒店。李智恩甚至在 Instagram 上面发布了一张酒店中的早餐照片，配文写道：“让心慢慢康复。”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逃避悲伤的疗愈之旅，但是，是不是也太轻松了一点，太快了一点？一位邻居也有同样的疑问，他说：“她的丈夫刚死，在葬礼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她太过悲伤。后来过了几天，我们听到她去旅行了，还带上了孩子和母亲。我总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对劲。”但是，更多不对劲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李智恩动用了那笔约10万元新西兰元的保险金，给自己和孩子买了新衣服和电子产品，给母亲买了项链，同时他换了新的手机。到了2018年4月，也就是赵仁去世的5个月后，他的妹夫在一次家庭聚会中拍下了一张他与2个孩子的照片。照片里的李智恩穿着淡蓝色的毛衣，笑容温和，孩子们靠在他的身边。但这是他们最后的留影，从这之后，他们就从世界上消失了。有人怀疑，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比如车祸？也有人开始怀疑，李智恩手里有大笔现金，他频繁旅行，消费大方，是不是被人盯上了？转眼4年过去了。时间来到了2022年8月，疫情刚刚过去，人们试图回归正常生活。住在奥克兰的魏哈尼夫妇在网络上参加了一场仓库拍卖。那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2人驱车来到了奥克兰南区的一个储物中心。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他们打开了那间拍卖得来的储物间。空间并不大，灯光昏暗。地上静静地摆放着2个大号的深蓝色行李箱，箱体被多层塑料膜包裹着，边角有严重的磨损。如果这只是普通的旧衣物或者家用杂物，需要这样包装吗？魏哈尼夫妇已经隐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们拆开了塑料膜，拉开第一个行李箱的拉链，一股扑面而来的腐败气味瞬间充满了整个空间。魏哈尼夫人惊叫一声，坐在地上。箱子里是一具孩子的尸体，已经高度腐烂。旁边的另外一个行李箱里，同样装着另一具小小的尸体。魏哈尼当场报了警。很快，大批警察赶到现场，拉起了封锁线。法医团队在现场确认，行李箱中分别装有一名约10岁的女孩和一名约7岁的男孩的遗体。他们蜷曲成胎儿姿势，穿着完整衣物与羽绒外套，外面再被毛巾和塑料袋包裹，尸体保存状况极差。在后续勘验中，法医发现2具尸体都存在钝器创伤及头部骨折痕迹，死亡时间大约在4年前左右。4年前？难道是？没错。DNA 比对结果很快出来，这2名儿童正是失踪多年的尹娜和明玉。那么他们的母亲李智恩呢？她也被害了吗？警方搜索了整个仓库，确认没有发现李智恩的尸体。难道她的尸体被隐藏到别的地方去了吗？李智恩确实被隐藏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而隐藏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。2018年，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新西兰，回到了韩国。他改名换姓，使用新身份李夏金，开始了新生活。他有稳定的住所，在社交媒体上也留下了一些活动痕迹，偶尔晒出自己做饭、看书的照片，像是一位平凡的韩国中年女性。
新西兰警方在旧资料与海关系统的交叉比对中，发现了他更换身份潜回韩国的蛛丝马迹，从而将他锁定为行李箱双尸案的重大嫌疑人。2022年9月15日，李知恩在韩国仁川的一家公寓外被逮捕，引渡过程迅速推进。2个月后，奥克兰重案组的高级探员黄成圭负责押送他返回新西兰。黄成圭至今仍记得，在仁川国际机场登机口，李知恩被2名韩国警员护送着走过来的画面。他当时身形消瘦，穿着一件灰蓝色的风衣，头发染成了浅棕色，皮肤比照片中苍白许多。他低着头，一直紧握着自己的手指，好像用力控制自己不发抖。但在上了飞机之后，他突然转向黄成圭，用韩语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是谁对我的孩子下的手，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”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太奇怪了。根据新西兰警方的推测，李知恩亲手杀害了自己的2个孩子，但是李知恩似乎在暗示真凶另有其人，而他知道事件的真相。那么，到底是谁杀害了尹娜和明宇呢？李知恩被引渡回新西兰后，警方对他展开了正式的讯问，到底是谁杀死了2个孩子？根据庭审中公布的记录，他在前2次问话中一直低着头，几乎一言不发，直到第3次审讯，他终于开口了。他们太小了，没有我，活不下去。他改变了之前的说法，承认了是自己谋杀了2个孩子。那是2018年6月底的某天晚上，他在家中让孩子们服下了抗抑郁药曲唑酮，并告诉他们那是能让人安稳入睡的药。那时尹娜9岁，明宇6岁，2人服药后很快昏睡了过去。李知恩坐在床边，握着他们的小手，一直等到房间完全安静，然后对他们实施了暴力攻击，直到他们停止了呼吸。第2天清晨，他将孩子的遗体放进了事先准备好的2个旅行箱中。他说，他原本也打算自杀，但那一刻突然害怕死后没人照顾孩子，于是他放弃了自杀，并把尸体留在了身边。等等，孩子们已经被他杀害了，怎么还需要他的照顾呢？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自我结束，是不是有点太荒唐了？李知恩的供词中让人困惑的地方不止于此，更多的疑点在庭审中被披露了出来，而这些新的信息让公众对这个案件的恐惧又多增加了1分。行李箱双尸案最终于今年9月8日在新西兰高等法院开庭审理。检方对李知恩提起了2项谋杀指控。李知恩承认杀了孩子，但是他并不认罪。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首先提出，李知恩因为丈夫赵仁的死亡导致精神彻底崩溃，原本打算带着孩子一起追随丈夫而去，因此才先杀了孩子，再准备某个时刻自我结束。但这个谎言在法庭上迅速被检方击碎。检方出示的时间线显示，2017年11月22日，赵仁因食道癌去世。第2天，李知恩立刻买了2个大号的旅行箱。2018年6月27日，他购买了大量垃圾袋、胶带等用作处理尸体的物品。2018年7月初，李知恩租下了奥克兰的储物仓库，在完成藏尸3天后，随即离开了新西兰。2019年初，他开始使用李夏金这一新身份生活。检方总结道，一个情绪彻底崩溃而计划自杀的人，不会如此精确有序地安排这一系列的行动。
这些都说明他没有任何自杀的意图。于是辩护方提出了第二个论点：李智恩在作案时处于非清醒的状态。但事实是这样吗？他在杀害孩子之后，花费数日时间处理尸体和行李箱，之后装车运往仓库，整个过程有条不紊，没有任何慌乱的迹象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在离开了新西兰之后，持续支付仓库租金，并且使用多个不同银行账户支付，以逃避追踪。这可以看作是长期清晰、目的明确的隐匿行为，完全不符合精神错乱的特征。当这两条辩护线都被击溃后，辩方请出了一位精神病学专家罗琳·史密斯博士，他提出了一个震惊全场的观点：李智恩知道杀害孩子是违法的，但他认为自己这样做在道德上是正确的。他坚信这是帮助孩子，让他们摆脱痛苦。但检方迅速进行了反驳。李智恩在孩子死亡前的几周内搜索过的关键词包括廉价航班、单人旅馆房价、韩国入境手续、奥克兰储物仓出租，却没有任何与孩子有关的内容。此外，他在回到韩国后，当邻居不经意间问起孩子的话题时，他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孩子，只有我自己。”这些行动足以展现出他对于孩子的冷漠，不存在道德上帮助孩子的可能性。自此，李智恩患有精神疾病的辩护策略都被检方以证据攻破。但是，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庭上的李智恩时，他头发杂乱，面容憔悴，看起来既紧张又迟钝，对法庭中出现的任何话几乎都没有反应。有旁观的记者形容他像是一只待宰的动物。于是，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疑问：李智恩真的是个正常人吗？关于李智恩的精神状态，控辩双方的律师都同意一项诊断：依赖型人格障碍。这种人格障碍的特点包括极度依赖他人、害怕被抛弃、缺乏独立性等。我们来看一下李智恩的人生轨迹。他出生于1980年，13岁时从韩国短暂移居到新西兰，之后他返回韩国生活，在18岁时再次移居到新西兰上大学。他的父亲在那不久后去世。他曾经对朋友表示过，他觉得人生有了巨大的空缺。后来，他在教会中认识了赵仁，与他结婚生子。很有可能赵仁成为了他唯一的心理支柱，所以当赵仁在2017年离世时，李智恩陷入了极端的空虚、恐惧和焦虑。他需要迅速找一个新的依赖对象，而此时两个孩子的存在阻碍了这一点，特别是小儿子明宇。据韩国媒体报道，明宇出生时疑似患有唇裂等先天性问题，虽然后期可能接受了矫正治疗，但仍增加了照护难度。李智恩曾对母亲表示过自责和痛苦的情绪。那么，他是因此就做出了极端的选择，除掉两个孩子，以便他可以重新找到依赖对象，构建新的生活吗？李智恩从未正式承认过这种说法。但是，我们再看看他回到韩国之后的生活。申请更换身份证与名字，完全成为了另外一个人，并开始在约会软件上注册新账号，主动寻找陌生人展开新的关系。这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她是一个悲剧性的母亲。最讽刺的是，2022年初，她在某个约会软件上认识了一名男子，两人开始线下接触。不久后，男子对她展开了跟踪骚扰，甚至在某次袭击了她的头部。她多次入院接受治疗，并因此陷入了精神紊乱状态。正是这段反复入院的时期，她停止了支付仓库租金，才让藏有孩子尸体的行李箱重见天日。依赖型人格障碍和病态的自我优先确实属于精神缺陷，但是
这足以说服陪审团让他脱罪吗？案件进行了2周的集中审理，最终于2025年9月23日，在新西兰公众的密切关注中宣布了审理结果。陪审团仅用了3个小时就裁定李知恩2项谋杀罪成立。现阶段，他正等待着最终量刑结果。人格障碍最终并没有让李知恩逃脱法律的惩罚，但是即使再重的惩罚，也无法换回2个无辜孩子的生命。如果世界真的存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的话，那么尹娜现在已经16岁，明宇已经13岁了。在那里，也许尹娜正准备为年底舞会挑选裙子，明宇加入了学校的乐团，他们可能会听韩国流行音乐，会在院子里玩蹦床，或者憧憬着一次寒假的全家旅行。我真的希望有那样一个平行时空，在那里，赵然没有被病魔夺走，他会一直陪伴着尹娜和明宇，看着他们健康长大。你认为李知恩真的是一时失控，还是早有预谋？他的行为是一个母亲的绝望，还是彻底的自私呢？每一个真实罪案都不只是一个故事。如果你有勇气来面对真实人性的黑暗，请订阅点赞。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